重生第4章，逃不掉。不知道是不是自然醒，一睁开眼看到的便是精美的图案和一盏欧式吊灯。房间里很安静，直到我如同触电般坐起身的时候，才发现我正躺在赫曼家的客房里。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就在我的床边，一眼望去，窗外依然飘着雪，可以看到整个院子已被积雪厚厚地盖住，根本分不清哪是台阶，哪是路。正当我按着太阳穴回忆的时候，一阵敲门声几乎把我惊出一身汗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开始有些恍惚，直到齐浩洋站在门外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着实被我的神情吓得不轻。他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难看，我却不知如何回他，只是淡淡的道了一句：昨晚做了个噩梦。他却笑着说我这么大的人还有起床气，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我究竟梦到了什么。这一次我是真的被他说得很不爽，最讨厌的就是看到他一无所知却又一脸自以为是的样子，所以这口气一直憋到了餐厅。一同吃早餐的还有马里欧，他却很识趣的不主动跟我说话，我便一言不发，脸色一定是难看到了极点。有时候人就是这样，一个人生气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哄，尤其是我，否则那个人会挂得很难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次本该开开心心的来度假，我并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搅没，但我知道，如果那真是昨晚的一场梦，换是谁都不会不把它当回事。而此刻，我认为那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境。尤其是我，一个很少做梦的人，梦里的情景就仿佛发生在昨天。然而我也清楚，如果我将这个梦说出来，特别是齐浩洋这种人，一定又是冷嘲热讽。所以这一次我决定咬咬牙，只字不提。不得不承认，管家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。当我咬下一口法式可颂的时候，瞬间心情也好了许多。还是联系不上赫曼吗？我看着心事重重的马里欧，开口问道。是的。马里欧欲言又止，他接着道，我很担心他。说着，他的表情陷入了痛苦。我拍着他的肩膀道，如果你有需要就尽管说，我们愿意帮你。我瞥了一眼齐浩洋，接着道，毕竟赫曼曾经救过我们。马里欧点了点头，他表示再等一天，如果明天还是联系不上赫曼，就动身去找他。齐浩洋突然插嘴问道，可问题是上哪儿找？这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，但我看到马里欧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异样的神情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默不作声。我盯着齐浩洋道，再等等吧，正好我们今天不出去，说不定晚点能联系上。说这句话当然有我的用意，况且外面还在下雪，根本不适合出去。但事实上，我算是低估了齐浩洋。对了，你昨晚到底梦到什么了？很恐怖吗？齐浩洋又露出了他那无知般的笑脸，他问道。是，梦到你死了。本来心情有所缓和，但一看到他这副表情，我的气不打一处来，瞬间朝他甩出了这么一句话。齐
齐浩洋立时拉下了脸来。因为我说的是汉语，不清楚一旁的马里欧听不听得懂，但即便听不懂，也能感受到我的火气之大。一时间，餐厅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好一会儿，马里欧才到。气象台说中午的时候雪会变小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早点吃午餐，赶在雪再下大之前还是可以玩一玩的，毕竟山里的粉雪品质很不错。我不去，我突然来了脾气，可这3个字没说完，我就后悔了。但话已出口，我只好接着道：你们去玩吧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知道，好不容易出远门度假，最怕遇到的就是这种同伴侥幸的情况。而此时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甚至是属于无端发作的那一类。齐浩洋叹了口气道：真不知道哪又惹到你了。我没有看他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我知道，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，他还是会去滑雪。我觉得我本可以尽力阻止他，但他的这句话竟让我下不了台。直到他们背着滑雪板走出大门之际，我才对2个人道：雪下得厚，别去山顶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觉得作为成年人，该说的也就这样差不多了。我不可能像要求小孩子一样限制他们，况且别的话我也说不出口。话音刚落，原本还在置气的齐浩洋脸上已然恢复正常，我看得出他似乎有话想说，但却未开口。而一旁的马里欧道出了一句：有我做向导，放心吧。他们走后，我的心里难受到了极点，甚至有种惶惶不安的感觉。一方面，我不愿相信那个梦里发生的事情；另一方面，即便我与齐浩洋分享的梦境，他也不会因此而不去滑雪，甚至还会指责我过于迷信。后山传来悬异的噪音，我知道说什么都迟了。直升机飞过屋顶上空后，我只有回到餐厅小酌了一杯，默默地希望一切只是我多虑了。说实话，屋子太大，而此时我有些无聊。其实我本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玩雪的，至少可以欣赏一下阿尔卑斯山的风景，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，因为有马里欧在，赫曼走前吩咐过的。于是我决定找管家聊天，他其实是一个很内敛且有趣的 F 国人。上一次是我对他有所误解，这回在我的要求下，他为我开了一瓶来自拉沃斯小镇的葡萄酒。我很惊讶，这可是被誉为世界遗产的名酒。不过当然，这也是赫曼的吩咐。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S 葡萄酒的故事，看得出他虽生在 F 国，却对 S 有着浓厚的感情。他笑称他的童年很苦，现在的一切都是赫曼给予他的。赫曼甚至鼓励他练习柔道来增强他的体质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如今已是放倒3-5个人不成问题的柔道7段高手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惊讶地摇着头，表示不敢相信，而他只是笑笑，不做过多解释。他认为他们就像是一家人，尤其是马里欧，平日里分担赫曼大大小小所有的事物，而不单单是研究方面。他开玩笑地道：赫曼就像是马里欧的父亲。当我问到赫曼失联的问题时，管家的脸上也露出了和马里欧相似的神情。我猜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他们不愿说的事情，他们不说，
我也不便过问，毕竟我只是个客人。当我们二人就要喝干一瓶葡萄酒的时候，脑海中紧绷的弦也松弛了差不多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，我的脑袋立时嗡声作响，眼睛里青筋乱跳。果然，从管家的口中得知，马里欧打来电话，山上发生了大雪崩，齐浩洋下落不明。我的眼前瞬间一黑，这才意识到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那是逃不掉的。